美国将在2027年后退出北约常规防御主力，把主要力量部署到印太地区。这意味着北约防御体系迎来历史性重塑。欧洲盟友接过防务大旗，德国有望成为核心领导者。当然，这不是抛弃欧洲，而是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。那么，这能不能让欧洲防务自主真正觉醒？当特朗普聚焦印太，谁会接替他的位置当老大？国际防务界传来了一条足以载入史册的重磅消息。据基辅邮报报道，在近期的一系列高层闭门会谈中，美国向北约盟友明确了未来的战略规划。以2027年为界，美国将不再担任北约在欧洲的主要常规防御提供者。火地军要说的是，请不要误读这条消息，这并不是所谓的撤退或放弃，而是一场经过深思熟虑的全球战略大分工。根据五角大楼的简报内容，这一调整的核心逻辑非常清晰：资源优化与职能重新分配。在2027年之前，美国将协助欧洲盟友完成过渡，包括继续对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。但2027年之后，北约的常规防御重任将结构性的移交给欧洲国家。美国官员在简报中坦诚地指出，我们不能同时打2场全面战争，这是一种极具现实主义的战略清醒。面对印太地区日益复杂的安全环境，美国必须将海空主力、高端打击平台以及最宝贵的战略资源向印太倾斜。而对于欧洲方向，美国并非撒手不管，而是转换了角色。未来，美国将主要提供高精尖技术，包括核威慑伞、太空资产、网络战支持以及全球情报侦察体系。至于地面的装甲集群、常规防空以及一线的快速反应部队，这些基础防务工作将由欧洲国家自己主导。以前只要有事，大家第一反应是美军什么时候到，以后的反应将变成欧洲联军如何部署。这实际上是美国在用这种方式倒逼欧洲盟友整合力量，承担起与自身经济体量相匹配的责任。美军撤出常规主力，并不代表美国失去了对欧洲的管理，相反，通过高科技手段进行更有效的管理。未来，欧洲要装备数百架 F-35，美军卫星情报能实时传过来，欧洲战机何时开火，美国清清楚楚。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深度挖掘，那就是美军的半锁部队概念。不再担任主要防御者，并不代表美军会彻底消失。美军依然会在波兰、罗马尼亚等前沿保留精锐的轮换部队，比如第101空降师的部分作战旅，或者斯特瑞克战斗队。这些部队的数量可能不多，也许只有几千人，但政治意义极大。它就像一道绊索，一旦受到攻击，美军士兵出现伤亡，就等同于攻击美国本土，将自动触发美国的全面介入。这种关键性的部署，比几百辆坦克更能体现盟约的严肃性。他告诉潜在对手，虽然美军主力走了，但美国的红线依然画在这里。谁敢踩线，攻击欧洲依然要面对全球最强军力的反击。所以综合来看，2027年的这次调整，本质上是将美欧关系升级为合伙人与合伙人。美国用高端技术入股，欧洲用常规兵力变现。这种组合在应对现代混合战争时，或许比冷战时期的陈旧部署更具弹性和效率。美国退居2线，波兰、法国、德国谁接大哥的位置？目前所有的信号都指向了德国。11月底，消息称，特朗普政府正在评估2027年后让德国牵头指挥北约欧洲联合部队。这是2战后80年来，德国首次有望在欧洲军事集团当核心领导者。美国选德国也是有原因的，德国拥有欧洲最强大的工业基础和雄厚的政治实力。如果柏林能够成功整合周边国家的军事资源，那搞出一支欧洲军团还真不是吹牛。对德国而言，这是机遇也是挑战。它将推动德国加快时代转折的步伐，从装备更新到后勤体系进行全方位的现代化升级，使其真正成为欧洲安全的基石。但是火力军要泼一盆冷水，这个交接过程绝不会一帆风顺，因为欧洲内部的矛盾很多，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。让德国当带头大哥，首先不服的可能就是波兰。现在的波兰正在疯狂扩军，买韩国坦克，买美国飞机，甚至把国防预算干到了 GDP 的5%。波兰一直认为德国对俄太软弱，在华沙眼里，德国人靠不住。其次是法国，马克龙一直推销欧洲战略自主，但他心里想的自主是由法国主导的自主。毕竟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航母的国家，是欧洲管理体系最完善的。让自己听德国指挥，法国恐怕很难答应。所以2027年之前，北约内部将上演一场激烈的权力的游戏。美国不仅要交权，还要充当调解人，确保德国、法国、波兰这3驾马车不会因为争夺领导权而让马车散架。那么这场战略重组对全球格局究竟意味着什么？火箭军认为，我们可以从3个维度来解读。第一是美欧阵营的专业化分工。
过去的北约，美国既要管核威慑，又要管常规作战，既要管欧洲，又要管亚洲，战线过长，资源分散。新的模式下，美国专注于高精尖与跨区域威慑，欧洲专注于区域拒止与常规防御。这种分工其实更符合现代战争的逻辑。欧洲国家熟悉本土环境，陆军底蕴深厚，由他们负责地面防御更具效率。而美国的海空优势则可以灵活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支援，这实际上可能让北约的整体反应速度不降反升。第二是印太战略的实质性加强，这才是美国这个计划的中心。美国明确表示，印太是首要任务，将常规兵力从欧洲抽离，意味着美军可以将更多的航母打击群、核潜艇以及各种战机部署到印太方向。这对于印太地区的盟友来说是强力的支持，表明美国将集中最优势的资源来维护该地区的战略平衡。这是一种集中力量的策略，避免了美军军力的分散。第三是欧洲军工产业的整合与复兴。既然要自己挑大梁，欧洲各国就必须加大国防投入，这不再是单纯的买美国货，而是会刺激欧洲本土军工产业的复兴。我们可以预见，在未来几年，莱茵金属、空客防务、达索等欧洲军工巨头将获得大量的订单。欧洲将致力于建立独立于美国之外的弹药供应链和装备维护体系，这从长远来看，有利于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形成，让欧洲真正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独立的战略力量。有人可能会问，离开了美军的主力，欧洲能行吗？火力军觉得，我们不能低估欧洲的潜力。目前的欧洲拥有190万现役军人，经济总量与美国旗鼓相当，科技水平全球领先。过去的问题在于散，在于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导致了懒。现在最后通牒以下，欧洲各国已经行动起来。波兰正在打造欧洲最强陆军，法国一直保持着全谱系作战能力，英国的海空力量依然精锐，北欧4国的空军整合正在加速，德国也将把一个满编装甲旅永久部署到立陶宛。2027年的时间节点就像一条起跑线，它迫使欧洲国家打破国界限制，在指挥链、后勤网、情报库上实现真正的互联互通。如果这一转型成功，我们将看到的不是一个虚弱的欧洲，而是一个在常规战力上能够独当一面，在战略上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强大伙伴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大家对这种美欧新分工怎么看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喜欢的话可以点点关注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